特朗普刚开始第二任期，3下5除2就甩手干起来，好像完全没考虑后果。比如，他命令除了对埃及和以色列的援助外，美国暂时终止一切对外援助计划，1分钱都不再多花。我们现在来看看德国《时代报》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冻结全球几乎所有援助计划。据报道，除少数例外情况外，美国暂时不再有资金流入对外援助计划。据说，对乌克兰的援助也将受到影响。美国国务院暂时终止了几乎所有美国对外援助的新资金。美联社和法新社援引美国国务院周5发给美国驻世界各地使馆并提供给媒体的一封密函报道称，只有对以色列和埃及的粮食计划和继续提供军事支持例外。华盛顿邮报和金融时报也做了相应报道。这项影响深远的命令有可能迅速停止卫生、教育和发展领域的无数项目。德国知识点评，在我看来，美国的16亿美元反华基金也应该停止，因为对中美两国没有任何一点好处。这项命令似乎影响到从发展援助到军事援助的方方面面，包括对乌克兰的援助。乌克兰在特朗普的前任乔拜登的领导下获得了大量的武器供应，以抵御俄罗斯的入侵。美国不仅在军事上支持乌克兰，还提供发展援助。根据政客平台的信息，对约旦和台湾等其他重要盟友的资助也将暂时终止。美国国务院最初拒绝就此发表评论。美国政府对所有外国援助进行审查。据报道，更命令禁止任何新的开支，只有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各项计划才能继续进行。美国国务院宣布将审查数千个美国援助和发展项目中的哪些可以继续。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一下令冻结对外援助，他宣布将取消他认为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援助计划。此举对于确保资金不重复、有效并符合特朗普总统的外交政策是必要的。美国政府打算在下个月内制定审查所有对外援助的标准，这项审查将在3个月内完成。在审查后的最终报告中，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将向总统提出建议。据一家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援助组织的高级代表称，一些主要援助组织将周5的指令理解为立即暂停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资助的援助项目的命令。这些组织尤其对医疗卫生项目未获豁免感到失望。发展组织乐施会指责特朗普打破了美国在对外援助问题上的长期共识。乐施会美国分会主席艾比·马克斯曼说，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只占联邦预算的1%，但他们却能拯救生命、抗击疾病，让数百万儿童获得教育机会，并减少贫困。对无数儿童和家庭来说，暂停并最终终止许多此类计划可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以基督教为导向的援助组织世界救济组织呼吁美国政府确保重要援助的流动。世界救济组织的兰雷·威廉姆斯·阿耶顿说，我们敦促尽快进行对外援助审查，并继续优先考虑拯救生命和缓解人道主义危机的投资。好，朋友们，我们接着看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这也意味着事实上暂时不再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支持，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下一条评论，唐纳德·特朗普对纳税人让自己托管的钱负责。我们接着往下看。中国对此感到高兴，发展援助始终是施加影响的一种方式，尤其是中国在这一领域日益活跃。西方在世界面前筑起的高墙，总有一天会倒在我们脚下，狂妄自大和诸如此类。再往下，中国也在自筑围墙，有多少人移民到中国？下一条评论，美国正在衰落，并且有望失去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声誉。这是件好事，他们先是自私自利，现在又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走，而其中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继续往下，这种援助计划从来都并非完全无私，其背后通常有经济、战略和安全利益等考量，但遗憾的是，这个恶棍并不认为这有多么复杂。再往下看，在这点上我必须实话实说，美国在全世界大撒币，
但仍然是坏人，所以还是省点钱吧。下一条评论，这可能是让第三世界国家投入中国怀抱的最有效方式。继续往下，中国不会通过发展援助白给钱，中国借钱给各国，让他们用这笔钱建设基础设施。如果这些国家无力偿还贷款，中国在发放贷款时已经知道这一点，中国就会没收这些基础设施，从而控制这些国家。例如，中国控制了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港口、机场和电信设施。再往下看，现在我还不知道你是否想反对我的观点，但你所描述的就是我所说的投入中国的怀抱。再往下，就是这样，看看大洋洲，从所罗门群岛经瓦努阿图到汤加，这些国家将转向中国，或者已经在这样做，这是可以理解的。下条评论，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援助计划是对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投资，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帮本国工业进行贿赂，他们是获得大订单的敲门砖。为什么德国在国外有这么多基金和学校？原则上，特朗普在这里是在帮助我们，因为美国可能因此失去很多国际影响力。不仅我们知道这一点，中国也知道。继续往下，迄今为止，情况一直是这样：美国选择一个拥有尽可能多资源的国家，去那里签订贸易协定，用枪指着那个政府的头说，允许我们美国公司开采你们的石油，允许你们把香蕉和芒果卖给我们作为回报，你们从我们这里获得贷款、发展援助、欠下美元债务，因为你们必须为我们公司在当地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建设基础设施。如果这不起作用，那么明年我们可能就要和你们的继任政府谈谈了。这不是阴谋论，这是公开记录。根据一项研究，美国在1946年到2000年间，至少对外国选举进行了81次公开或秘密的干预。狡猾的生意，美国公司从其他国家人民的资源中赚取海量美元的利润，而这个国家的人民却完全一无所有。最后，这个国家永远欠着外币债务，因为它被允许用芒果和香蕉来偿还这些债务。如果特朗普现在停止这种发展援助，就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中国和俄罗斯尤其会很高兴看到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下一条评论，此举不可取，这样会导致美国影响力下降，中国影响力上升。继续往下，我们将看到这种一刀切将导致什么结果。除了对其他国家的关税威胁和敌意收购计划之外，新的经济关系肯定可以在这一空白处建立起来，那就是减少与美国的贸易，增加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最终，美国将不得不发动战争来维持其繁荣，因为它剩下的只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历史上就有这样的例子。我们再往下看，既然有这么多好处，欧盟为什么不能接手呢？唯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在评论区里，中国也被扯了进来。难道是因为德国已经是欧盟最大的金主，所以美国在这里被视为全世界最大的金主？乌克兰出局了。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五角大楼负责乌克兰问题的联络官已经被调职、停职或休假。我们再往下看，这种影响不仅会波及受影响的地区，还会影响地缘政治动态以及德国或美国等国家本身。依赖这些计划的发展中国家也会受到直接影响。财政支持的减少意味着用于教育、医疗或消除贫困的资源减少，这种削减加剧了不稳定，并可能助长移民潮。逃离饥饿或暴力的人们寻求保护，通常是欧洲，特别是德国等经济稳定的国家。这加剧了现有的分配冲突和社会紧张局势，例如对劳动力和住房市场造成压力。对美国来说，此举是短视的。发展援助并非纯粹利他，它的作用是确保影响力和防止危机。如果出现这种缝隙，中国或俄罗斯等国家可能会趁虚而入，以加强其地缘政治利益。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大大削弱美国的地位。此外，美国还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美国消耗了过多的资源，加剧了气候危机。
从而加剧了发展援助本应解决的许多问题，推卸责任将进一步损害其国际声誉。下条评论：美国只在能给他带来好处的情况下才会花钱。最经典的例子是什么？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美国需要盟友来对抗强大的苏联，尤其是在苏联具有核能力之后。因此，德国西区和其他西欧国家得到了美国的经济支持，这也是美国和苏联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地方。该地区距离美国非常遥远。这样做的好处是，这里有美国商品的市场，有新的盟友。如果发生冲突，这里也是远离美国的地区。美国给予了支持，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德国人。下条评论：利己主义者很快就会失去朋友和盟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破坏了联盟关系，最终会违背美国的安全利益。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正在变成让美国再次变小。但最主要的是为超级富豪减税。下一条评论：德国是继美国之后最大的发展援助国。顺便提一下，中国或一个非西方国家没有进入前10名。如果有谁能告诉我几十年来的发展援助在哪里产生了持久的效果，除了对政府当局或非政府组织，请书面告诉我。下一条评论：如果国际援助项目由中国和俄罗斯主导，这肯定符合美国这个堕落国家的利益。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当年当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还在进行伟大的制度斗争时，资本主义必须表明，它不仅是更成功的制度，也是更人道的制度。这就是早期发展援助的伟大时代。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发展援助不仅仅是为了创造财富，而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了西方。随着东方阵营的衰落，这种伦理因素变得过时了，经济和外交政策也慢慢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与此同时，不再有不同的经济体系，但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都专注于寡头政治，不再需要发展援助等华而不实的东西。好的，朋友们，本期节目到此为止，谢谢大家。